火力军之前说过，乌军这次反攻会使用新战术，但没有具体细说。这期视频我们就来聊聊乌军反攻怎么打的。按照俄罗斯那边的说法，在反攻的第二阶段，乌军会依靠米格29、苏24或者米24、米8挂在美国军援的九头蛇火箭弹，向俄军防御纵深地区投放战术空降部队或者海上登陆作战，绕过雷区从俄军后方发起打击。不过在火力军看来，这点只能说是有可能。这些战机、直升机确实可以使用九头蛇，但实施这种战术的前提是要有一定的制空权。在 F-16还未抵达乌克兰之前，就算是有九头蛇，乌军大概率也不会用。防空导弹可不是拿来观战的，就直升机这东西一炮一个。从战场情况来看，乌军当前的战术依旧是以地面部队为主，只是在战术上稍微做了改变。美国《纽约时报》之前也报道了，基辅高层已经制定全新的反攻计划，乌军将会通过俄军布下的雷区，然后向乌克兰南部地区推进。如果一切顺利，乌军将会直接抵达托克马克，随后挺进梅利托波尔。只是具体实施起来还是有难度的，就比如乌军的小编队战术当前就褒贬不一。德国媒体《图片报》最近报道过，德国军方的一份秘密文件提到了乌军在俄乌战场上常用的小编队战术。乌军并没有以北约训练的旅级作战单位为主，而是以10到30人的小编队作为进攻主力。按照德国军事专家的说法，这种小编队作战模式在联合作战管理方面存在短板，无法充分发挥北约重装备的火力优势，不仅无法突破俄军的防线，还很容易被各个击破。但火力军对此的看法并不一样。乌军这是利用俄军对前线侦察弱的缺点，利用快速机动能力执行闪电战。美军当年在伊拉克就是这样玩的。乌军第35海军陆战队在大诺沃谢尔卡方向反攻时，战术就应该是德国军方说的小编队战术，但效果很不错。小队装备数十辆英国和土耳其的装甲车，10辆 T80BV 坦克，反攻时有1辆 T80 开路，其他车辆紧接道路两侧的俄军阵地。就算发现俄军，坦克也不会停止前进，而是一直保持向前攻击的态势，由后面装甲车上的步兵下车与俄军近距离交战，攻下俄军阵地之后，再由大部队补充战力。凭借着这种闪电战，乌军之前在大诺沃谢尔卡方向一路突进，在当前的战场局势中效果只会更好。德国军方的这份情报大概率是依靠乌军7月初期的数据。确实，那个时候的乌军被俄军准备的地雷阻拦，战果一般。反攻前2周，其有近20%的装备在战场被毁损。说一句损失惨重不过分，但不能否认的是，这种闪电战也有一定的用途，特别是在当前扎波罗热中线被乌军突破第一道防线的情况下，采用这种闪电战突破俄军防线，同一轴线上的乌军兵力就越多。如果俄军不找办法克制，那么乌军冲进来的部队完全可以扩散到整个扎波罗热战线，而且俄军并没有解决兵力短缺的问题，哪怕是在扎波罗热这种乌军主要的反攻方向，俄军的兵力密度也并不高，很多战壕只有1个班，甚至是2到3个士兵把守。一旦遭到乌军集群式的攻击，如果炮火与雷区没有能拦住进攻的乌军部队，那么防守的俄军也只有弃守阵地后撤，乌军在中线上的兵力只会越来越多。同时，美军还计划让乌军用化整为零的方式引诱俄军炮兵暴露，再辅以反炮兵作战，消耗俄军炮兵部队。乌军则在8月中旬展开进一步反攻。从双方炮兵的特点来看，战术是没什么毛病的。俄军炮兵的机动性不足，加上海马斯火箭炮的反应速度相对较快，就算是不用战术，双方火炮对轰，俄军都不是对手。过去近1个月的时间里，俄军炮兵已经损失了很多先进火炮，比如 2S19、BM27， 火炮优势已经一点一点消失，俄军唯一能依靠的也就只有地雷了。而且自从乌军开始发起反攻，前线的俄军部队就再也没有得到整建制的轮换与休整机会。
前段时间被临阵换将的5·8集团军，很多一线士兵几乎是从4到5月份一直持续战斗到了现在。虽然还有一定的战力，但精神上的疲劳解决不了。而波波夫被俄国防部撤职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波波夫在5·8集团军什么时候能够撤回后方休整一事上，与格拉西莫夫爆发了争执。除此之外，乌克兰国防部之前还宣布，接下来不会再以夺回失去的领土为第一目标，而是会想办法摧毁俄罗斯战略设施以及消灭俄方重要人物。当然，第2轮反攻开始后，这基本上不攻自破了，但这并不意味着乌军会放弃斩首战术。对俄军后方的袭击只会越来越多，就比如克里米亚，乌军第2轮反攻开始前一夜，乌军还使用2艘无人艇袭击了黑海西南部水域谢尔盖科托夫号巡逻舰。至于风暴阴影的袭击，火力军已经屡见不鲜，也就导弹的数量不多，要不然俄军小队长路过都要挨上一炮。还有乌军对别尔哥罗德的袭击基本上没断过。可以确定的是，乌军当前反攻的战术大概率是以前线的突击队为主，再通过后方反炮兵作战消耗俄军炮兵部队。乌军的无人机与无人艇则负责袭扰俄军大后方，三管齐下。至于直升机越过俄军雷区，携带9头蛇火箭弹袭击俄军阵地，那是 F-16抵乌之后才能考虑的事情。当然，乌军的大反攻想要顺利进行，除了制定战术之外，炮弹也要够用。这个问题咱们已经聊了很多次了。泽连斯基之所以一直在外拉投资，主要原因就是缺炮弹，缺那种射得又远又准的炮弹。同时，俄军也面临这个问题。这个时候，印度或许会成为最关键的那个。如果印度向乌克兰提供实质性的援助，比如出售布拉莫斯超音速反舰导弹，拿俄罗斯自己的武器揍俄罗斯，火力军觉得挺好玩，具体作用可以参考英国援乌的风暴阴影。不过这只能说有点难，布拉莫斯是印俄联合开发的，而且一直都有消息说印度正考虑向俄罗斯出售导弹布拉莫斯，也算是一种变相的对俄军事援助。想让印度转变态度，改为援助乌克兰，那只能美国大出血。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之前乌克兰发布消息说，印度已经决定向乌克兰提供60套105毫米榴弹炮以及2000枚反坦克导弹，但是没过多久，印度就站出来辟谣，表示自己将继续保持中立，没有军事援助乌克兰的计划。也有美国媒体透露，这批装备是印度提供给欧洲国家的，再由这些国家提供给乌军，跟韩国的操作一样。说白了，印度这是害怕与俄罗斯的关系出现破裂。虽说印度的军事实力还不错，但它是最大的武器进口国之一，其国内军工水平薄弱，只能依靠从国外进口的方式获得先进武器装备。为了在未来战争中取得更大胜算，疯狂买，那就是常规操作。印度目前70%的军事装备需要进口，60%来自俄罗斯。真要给俄罗斯来了一手背刺，武器还要不要了？而且自俄乌战争爆发后，印度就开始利用这场战场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俄乌战争爆发后，印度就开始低价购买俄罗斯石油。原本印度大部分的石油进口都依赖于中东，但自从北约对俄罗斯实施了一系列制裁，俄油大幅降价之后，印度秉承着有便宜不占王八蛋的想法，开始疯狂购买俄罗斯石油。光是去年3月，印度进口的俄油就高达600万吨。同时与俄罗斯签署轻工业产品供应协议，大量的赚取利润。援乌布拉莫斯之后，印度也就没好处赚了。而且就印度对自己的定位来看，其实跟土耳其一样，在美俄之间反复横跳，美俄武器全都要。就比如战机，印度同时拥有美俄英法4国能够买到的最先进战机，而且根据印度海军计划，还同时向美国和俄罗斯采购约2亿美元的导弹，安装于印度海军的潜艇和水面舰艇。俄罗斯属于管不住，好不容易有个大客户，想买什么买什么。美国这是不想管，总不能把印度推到俄罗斯那边。为了遏制俄罗斯军事装备外售，美国不仅在印度建立 F-16全球生产中心，为印度生产最先进的 Block 70系列，还负责全球 F-16战机的维护。波音公司还与印度公司签订合同，在印度生产超级大黄蜂，还有阿帕奇早就在印度建厂了。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印度还是从俄罗斯进口防空导弹系统，出资近60亿美元，购买约5个团的 S-400，而美国对印度的一些擦边球做法，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且，美国虽然不缺客户，但像印度那么肥的不多见。当然，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中立，美俄通吃，印度可以利益最大化。想要印度抛弃从俄罗斯那边得来的利益，就要美国大出血，给点好东西。不过，就算是印度不援乌，乌克兰的普通炮弹也够用。听说朝鲜援俄的炮弹又被美国截胡了。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最近乌克兰方面透露，一艘装满朝鲜制造弹药的大型运输船，在海上被一艘友好国家海军舰艇拦截并扣押。随后，这艘船上满载的弹药被全部交给了乌克兰。这个友好国家是谁？根本不用猜。很明显，美国海军宙斯盾级驱逐舰。俄乌战争开始之后，美国在波斯湾、阿拉伯海、红海等地区频繁拦截伊朗等国的武器运输船。这些船只中的一批朝鲜弹药很可能是被伊朗等国采购的，由第三方运输船运输至目的地时被美国海军扣押。据乌克兰战场情况显示，乌军在前线使用了朝鲜制造的122毫米火箭弹，对俄罗斯军队阵地进行攻击。这些武器弹药大量来自伊朗和朝鲜，基本上都是通过美国海军的拦截扣押而得到的。美国海军一旦发现运输船上存在武器弹药，就直接将其扣押，并带回自己控制的港口，送往乌克兰。美军此次的拦截手法与过去截获伊朗武器运输船只一致，先由驱逐舰拦截目标船只，然后派出特种部队快速控制船只，最后将其押解至美军基地进行检查。只能说这是美军在海上截获可疑船只的常规操作。至于朝鲜的炮弹多不多，能不能用，答案是肯定的。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炮兵力量不是俄罗斯、美国或者印度，而是朝鲜和韩国。仅以韩国为例，其拥有超过2200门155毫米自行榴弹炮，比乌克兰和俄罗斯陆军的自行重炮总数还要多。而朝鲜陆军装备有5000多门火箭炮以及6000多门其他类型的火炮，火炮总数超过21600门。这一批朝鲜火箭弹预计几千吨。乌克兰军方称，这些朝鲜弹药生产于上个世纪80到90年代，质量相对较为一般，但是能用。当前的乌军也需要这些弹药来支持 BM-21冰雹火箭炮的作战需求，而这炮弹的性能是否先进，不是乌克兰考虑的重点了，毕竟不是北约援助的炮弹，能用就行了。最次也是跟俄军炮兵一个水准，加上情报的优势，一样揍俄军。除了俄乌战场上的消息，火力军还听说，因为担心白俄罗斯内的瓦格纳对自己动手，波兰和立陶宛两国正考虑关闭各自与白俄罗斯的边境。说实话，没这个必要。虽然瓦格纳有点危险，但是普京也没有昏头到开辟第二战场。说句不好听的，瓦格纳真动手了，北约第一个拍手叫好，正愁找不到对白俄罗斯动手的理由呢。总而言之，乌军这次的反攻战术要比之前更贴合战场，但火力军还是那句话，在 F-16还没有抵达乌克兰之前，单凭地面部队以及无人机，无论是什么战术，都没办法取得战役性胜利。如果第58集团军因为指挥混乱，进而被乌军突破，那只能说俄军离回家也不远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乌军的反攻战术还有哪些改变？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如果视频内容有不对的地方，也可以在下方指正。我是火力军，下期见。